很多东北人吧，有个致命弱点，那就是不经夸，尤其是俺家这个东北人，哎呀，那血型都属于吹牛 B 型血的人，他尤其是不经夸。最近我们不是要去录一个晚会吗？给张家铁整了套西装，穿上让人夸了，这家伙就不行了，现在在公园零下好几度，穿个西装等他梦中情人呢。本来吧，一听说去录节目，张铁那是拒绝穿西装，因为在他心中吧，像他姥过大寿啊、过年家里家宴呐，就这种大事儿，应该穿的花一点。这西装都没有色，啥玩意儿？最后好不容易好说歹说劝他试一下，这一试，所有人都夸好看，飘了。哇，拿铁，怎么这么帅？今天。被夸之后，完了，一发不可收拾了，搁哪干啥都要穿西装。哎呀妈呀！干啥呢？这是西装啊，羊毛的，没有人问你这些。西装啊，用玩法，用玩法。那西装整埋汰了，多不好洗，我就严格的禁止了张铁去录制之前再穿这个西装。结果这责任我就背大了。昨天去游乐场玩，没让他穿西装嘛，偶遇了他们班新转来的一个小女孩，一个害羞的小美女，管她叫拿铁哥哥。当时张拿铁穿的是一件羽绒服，这给他气的呀。但是那个小女孩跟张拿铁说，她今天还来，所以今天张拿铁穿着西装守株待兔去了。不怪我不让他穿，天天穿的西装沾的全是狗毛和脏东西，家里地上也是一团糟，还得呼唤咱家的帮手。你好，春蜜，开始清洁，这整的可够干净哈，就连犄角旮旯也不在话下，搞完自己回去自清洁，拖布和基站都是干干净净的。张拿铁穿着西装苦苦等了小鹿妹妹1个半小时，回家吧，张拿铁。再等一会儿呗。一轮分，一轮分。啊？一轮分。偶遇认识他的小姐姐，自我介绍也变了。这还不是那个一轮分？张姐吧，不是一轮分，你加个微信呗。哎呀，你还知道加微信呢？那加一下吧。哎呦我的妈！快手，把手机还给你呢。快还呢！不找我要找小鹿妹妹，小鹿妹妹。到晚上回到家，也没有等到他的梦中情人小鹿妹妹。张铁非常痛苦，他遇到小鹿妹妹的时候穿的是棉袄，好不容易穿上了西装，等一下午，小鹿妹妹又没有来。他哭是因为他的小鹿妹妹约他今天公园见，结果他穿西装整上一天，真没来。他是不是骗我？是不是骗我？张大铁假期回铁岭不到3天，变成熊孩子了。我妈惯的，我一点招没有，但是大胖媳妇有。这父母吧，你天天按照你定的规则、你的原则去教育孩子，好不容易坚持一段时间，孩子有些好习惯了，一碰着隔代老人，立马就废。我跟你们说哈，翟达正常情况下根本不会轻易因为张大铁管他要什么东西就生张大铁的气。只要我跟他爸能主持公道，如果是张大铁无理要求，我们就告张大铁别欠灯，张大铁就老实了，翟达也就不会跟他计较。孩子就想要一个公道。翟达和张大铁一起吃饭，人翟达先吃完了，看动画片呢，张大铁这边没吃完呢，看他姐看动画片，非管他姐要手机，他要看。但是我妈呢就会说，那你就给弟弟呗，他比你小，那你能跟比你小的生气吗？对不？他懂个啥？那翟达就会非常生气，张大铁也会变得更加猖獗。我一直在想怎么跟我妈沟通这个事儿呢。第2天家宴的时候，大胖媳妇跟我说，我要给咱妈上一课。大胖媳妇起身了，开始跟着这个转桌跑，追锅包肉，锅包肉跑，他也跑，夹走半盘。我妈脸色就变了，等锅包肉好不容易转回到我妈面前，我妈还没等夹呢，大胖媳妇咔嚓一下就转回到自己面前，整盘给端下来了。哎呦我的妈！我妈说你能有点礼貌不？大胖媳妇说，我比你小，你能跟比你小的人生气吗？我懂个啥？我懂个啥？孩子们跟我妈去花鸟鱼市场，我们都跟孩子说好了，一人只能选1样东西。张铁到那就忘了，啥都想要。我们说不能这么浪费钱。我妈说，买，姥姥挣钱干啥的？姥乐意给你花，买，大宝你就记住，姥姥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财产，早晚都是你的。大胖媳妇说，就算早晚都是他的，但是现在是中午，现在是中午。回家了，张铁鼓捣他爸电脑，把大胖媳妇鼠标整坏了。大胖媳妇早就教育过张铁不能随便玩他电脑，尤其还整坏了，于是就对张铁进行了一次批评。我妈出现了，那孩子，那他能是故意的吗？你上下期也多少天玩了，我赔，别说俺孩子。大胖媳妇那都不敢说话，再说话我妈就削他了。我说那不行啊，那孩子不管整坏啥，就一句，那他那么大点儿，他能是故意的吗？就解决了。万一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呢？比如秋冬我一直在用的科颜氏高保湿霜，以前铁岭过冬的时候没它脸真扛不住，很轻盈，早晚薄涂，干巴脆弱的脸直接水润润的，还要补充妆，能续3罐，性价比很高。第2天我们回北京之前，在车库里，张铁问他爸，我喜欢姥姥车上这个表，真亮，我可以抠下来吗？爸爸，他爸说，你姥姥说的，他所有的东西早晚都是你的，现在是下午3点，还有2小时，这车就是你的了，随便抠。然后晚上我们就回北京，回来之后
后我妈给我打电话说她车标让人偷，我妈说你说谁能想到啊？那铁岭治安挺好啊，从来没听说过铁岭有这样的人啊。大胖媳妇说对，因为是蒋能人干的，蒋能人干的。我妈说哎呀铁啊，那咋还抠老车标？那老多心疼。没偷这老的车标啊！别说我们的孩子，他那么小，他能是故意的吗？多少钱完了 ？OK。但是啊，当天实际的情况是这样。你别抠，我不用它口水，它非要抠，跟我没关系啊，没关系啊。你们知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山猪吃不了细糠吗？扎铁最近不是喜欢上了一个小女孩吗？但可惜人家要走了，人全家要去法国，过年前就要走了。扎铁就来找我来了，郑重其事的跟我说，他也要去法国。你连英语都不会说，你上法国你咋办呢？法国人也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英语。我说扎铁，你就爱吃那几样东西，热面条、疙瘩汤、菜汤拌饭，你根本吃不惯西餐，你还法餐呢？我吃过披萨饼。于是迫于压力，我就在那个小女孩离开之前，我约了一下他家人一起吃个饭，法餐还挺小资，就高档轻奢风那种的。路上我还叮嘱张大铁，我说你到那儿你别掉链子啊。到了餐厅，张大铁必须要点菜，因为中国餐馆吧，菜盘上都有图，张大铁不认字也可以看图点菜。要是这个红烧的，到了这儿，一打开菜单，一个图没有，还一堆英文，啥也不认识，懵了。我说没事儿，你不认识妈替你点。他告我别吱声，然后装模作样冲着葡萄酒单点了一份锅包肉。这个我没有，我没有。开始上菜了，第一道菜就给张大铁造懵了。第二道菜鱼子酱，张大铁当时已经很饿了，上去就是一口，把盘子给咬了。他姐告诉他，你要吃上面的鱼子酱。他吃了，还不如吃盘子呢。第三道菜是扇贝，而且人家说这道菜的巧思是扇贝上面点缀的花朵都是可以享用的。你知道这个花也是可以吃的吗？我为啥要吃花呀？吃花是鞭炮，吃花哇哇。第四道菜我没听懂是啥，反正有3块大萝卜和3片香菜。这是道菜呀，这是道菜呀。这法餐我也吃不惯，那咱们吃一个法国百吉福奶酪棒吧。这个百吉福知心满满吉福桶，能玩击鼓传花，还有知心话祝福。朋友问早要打考试怎么样？奶酪棒马上结尾，跑出最好吃的芝士，氛围一下好起来，孩子也不尴尬了。软软知心超好吃，而且营养好，过年送人贼有面。第4道菜吃完，张大铁彻底被法餐揍懵了。服务员中间过来问有什么需要的吗？我要大米饭。什么米饭？什么叫大米饭妈妈？拿去，这里没有米饭。那你进门点儿呀，进门点儿呀。他就一直跟我喊要大米饭闹，我最后没办法偷摸给点了一个外卖。哎，你们看见过招魂吗？大米饭来了，吃吧。我只能说孩子的魂儿回来了。自己干完一碗之后，看那个法餐还有菜汤没用了，还给他姐整了一碗。谢谢你拿铁，但是我不吃，他也吃大米饭。哎呦我的妈！这顿法餐吃完啊，再也不提去法国了。不但再也不提去法国了，而且还吃出软肋了。刚才去超市不听话，非要买糖，非要买糖，不买不走。给我买吧，我想要，我想要。你要买的话，完事咱去吃法餐。我不是法餐。朋友们，如果你上班的时候发现你家里的监控摄像头被你老公给调了，调到了你看不见的地方，你会怎么想？气得我直接冲回家抓信息。前天我收到短信说我家电费没了，要交电费。我上周末刚交完500，我就寻思他咋能没呢？我就问大胖媳妇，我说你是不是在家用浴霸烤地瓜了，你是咋的了？他说他什么都没干，我就觉得很可疑，我就开始调监控。结果我发现我家监控被大胖媳妇给调了，哎，给我调成朝着墙角了，居然不让我看，那我怎么可能罢休？我就开始往回调监控，一直调到了4天前，我找到了这个事件的开端。4天前他刚刚把它买回家，这是第一次充气的作案画面。孩子们是5点到家，下午3点半，大胖媳妇开始充气儿，不到4点充气儿完毕。本来他就坐那儿等着孩子们回家玩，但是他坐在那里如坐针毡，我就看他拼尽全力抵御充气儿城堡的诱惑。无论充气儿城堡怎么勾引他，他都在克制。然而3分钟后，他的克制终究是崩盘了。OK。一直到今天，这个充气城堡每天都被他们仨玩，只是到了6点，他们仨就会给他撒气儿，然后把城堡收起来。我在办公室一看时间，呀，这个点儿马上他们仨就要收摊了。我当时我就冲出去，我这么着急回家，教育他们当然是一方面啊，更重要的是我得第一时间赶到作案现场，我得拍视频。我工作的地方其实离家很近，但中间有红绿灯的地方贼堵，给我急的也是不择手段。这路上
我就回忆，1周前大胖媳妇就跟我磨叽过，说给家里买了个淘气堡。我说你但凡让我看见这个淘气堡，我就给你撇了。他挺听话，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了不让我看见淘气堡。我就寻思你有钱花这上干啥呢？大胖媳妇不服气，说同样是双11，为啥我买 SK2 就行呢？我说该省省该花花，充气城堡让你费电，但神仙水让我保持年轻，坚持7天1周期，皮肤回春像大衣。双11一瓶到手半年量，肌肤没有空窗期，你们再作我也依然年轻。我就冲回家了，哎，门的密码锁让大胖媳妇给改了。验证失败。而且我刚刚才学会一个事儿，那个监控摄像头它手动可以给它掰走，我手机还可以控制它给它调回来。他们搁屋里干啥我都能看着。我在外边咣咣敲门，就听见他们在里边给那个城堡撒气儿，能听着不？我听着了。哎呀，大胖媳妇拼命撒气儿。此刻的她不是大胖媳妇，是撒气儿夫人。撒气儿夫人回家我就批大胖媳妇，我说谁好人家整这个玩意儿，占地方不说，老费电了。大胖媳妇孩子们都来跟我说啊，就是喜欢就要留着，不能扔。费电这个问题，他们可以从别的地方省回来就行了。给我气的，我说那今天晚上谁也别用电了，你晚上你不还得备课吗？我看你怎么不用电，你给我省回来。没心没肺三人组跟我说，备课的电可以省，但是充气城堡必须留。老爷们儿，一起跳舞啊！喂，哥们儿，呀，一起吧！